银行怎么证明银行的钱是自己的？你是一位胜率极高的律师，时常发挥可以把对方送进去，正常发挥可以把对方和对方律师送进去，超常发挥可以把敲锤的那位也送进去，就连张三都得叫你一声祖师爷。然而一次意外，竟让你穿越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这个世界的你是一个菜鸡律师练习生，出道2年半，只接了5场官司，还输了4场，因此穿越过来的你，半个月都接不到一个案子。就在你束手无策，准备转行打篮球的时候，一对老夫妇走进了律所，你心想终于有案子要来了，于是上前询问要办什么案件。大爷缓缓开口，说到我们要打的官司是刑事案件，我儿子涉嫌抢劫银行，我想要请个律师进行辩护，最好能够减刑。你一听内心无比兴奋，抢银行已经涉及到刑事公诉的问题，这种案子一般都不太好办，但你要的就是一个不太好办。你打响律所的名气，于是你又让大爷将整个案件的大致过程描述了一遍。老大爷名叫王自忠，大娘叫张翠芳，两人都是本地退休工人，老年得子，有一个独生子。案件的过程是老大爷的儿子去银行取钱，为老大爷治病，取的是老大爷的存款，由于不是本人，银行需要老大爷的儿子证明他是老大爷的孩子，拿着身份证户口本并未重证通知书都不行。银行工作人员言辞激烈，非要老大爷亲自去一趟，亲口证明老大爷的儿子是老大爷的儿子，要不然的话不给取。然而此时老大爷还在 ICU 等着钱救命，怎么来？就在双方争吵的时候，来了几个劫匪，直接把银行打劫了。一个劫匪得知了老大爷儿子需要钱救命，二话不说把抢的钱分给了他一部分。当时老大爷的儿子也顾不上那么多，直接拿着钱去了医院。事后一伙人被抓，老大爷的儿子由于拿了钱，被认定为同伙，被判了重大枪劫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后面老大爷又提起了上诉，可惜2审败了，维持了1审的判决。现在进入到了终审阶段，一旦终审败了，将不能再提起上诉，案件就定刑了。提起2审的时候，老大爷情绪突然愤怒起来。那名2审的律师来自南部的顶尖大律所，号称自己是刑事案件的顶级律师，张口就要18万8千的律师费，结果在法庭就说了3句话：好的，我方接受审判长的审判。气得老大爷直哆嗦。这时一旁的张翠芳急忙拍了拍王自忠的后背，补充道：苏律师，这一次的案子影响很大，我们听说如果进行终审的话，可能会以直播庭审的方式进行。我们不相信大律所，找了好多小律所都不愿意接这个案子，案子的影响力很大，还要采用网络直播庭审的形式。你心想，这不是妥妥的给律所打广告吗？于是你毫不犹豫地接下了案子，并承诺如果对结果不满意，不要律师费。很快签好合同后，你便带好材料准备去法院复制卷宗。就在这时，一个女大学生走了进来：苏律师好，我来报道来了。努力回忆后，你终于在原主的记忆里找到了这个女生的信息。妹子名叫李雪珍，是原主先前招的实习律师，今天过来报道。李雪珍是兰州法大法律系大4顶尖高材生，投简历来小律所就是为了历练来了呀，正好跟我去法院一趟。很快你们便从法院取回了复制的卷宗。李雪珍看了卷宗后有些担心，1审2审的判决相同，这对终审的判决影响很大，除非有什么颠覆性的新证据条理，要不然的话大概率还是维持1审判决。而且听说这个案子的公诉律师很猛，完了呀，遇到的第一个案子不会是要夭折了吧？想到这，李雪珍心里弥漫出来的一股绝望。然而此时你合上卷宗，心里基本已经有了底。走吧。李雪珍刚还沉浸在绝望的情绪之中，突然被你打断，现在一头雾水，去哪？这个案子基本已经定性，我们去见见王丽和那群犯罪嫌疑人，看他们怎么说。是要输了吗？咱们还没有开始打官司呢。这一次的案子的确比较难，苏律师你要坚强。输我的字典里没有输这个字，王自忠的儿子根本没抢劫，怎么可能会输啊？没有抢劫，苏律师这是什么意思？等开庭就知道，暂时保密。你嘴角微勾，信心十足迈开了步伐。很快王丽被传唤，你带着李雪珍到了传唤室。王丽的精神很差，经历了1审和2审以后，对于自己减刑已经不抱希望。王丽抬头看了你一眼，律师你好，你看我还有机会吗？你嘴角微起，机会是肯定有的，我和你父母保证过，打不赢官司或者减刑不了，不要律师费用。王丽猛地抬头，真的你不是忽悠我的，打不赢不要律师费用，你有把握打赢官司吗？我既然选择接下这个案子，肯定有一定的把握，胜诉没什么问题，只要你好好配合，减刑的问题不大，配合我一定配合。王丽重重的点了点头，心里面又燃起来了一丝的希望。随后你示意李雪珍做好笔录，开始询问有关于案发的细节和在1审2审庭审上的有关回答。半个小时后，你满意的从看守所走了出来，想确认的事情都已经确认了，准备打官司。回到律师事务所里，你简单的处理了庭审的材料，让李雪珍送去法院起诉。李雪珍看了材料，揉了揉眼睛，苏律师，这样子提交上去会不会有点太猛了？这案子本来就应该下猛料，不猛不行，你去处理吧。李雪珍倒吸了一口气，迈着怀疑人生的步伐走出了办公室。不久后，关于王自忠儿子王丽一案的终审提交完成，申请得到了批准。与此同时，法院的传票也抵达了银行法务。银行内部在得到了法院的通知以后，大为震惊，起诉银行不正当操作，导致委托人王丽被判刑，请求赔偿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用20万元。兰州银行负责人对于这件事情异常的愤怒。王丽一案，他们银行作为受害的一方，没有要求法院对其严肃处理就算了，现在竟然还收到对方起诉自己的法院传票，这不纯搞笑吗？当即联系了法务部严肃处理这件事情。会议上，兰州银行法务部部长徐志强开口说道：“银行领导对于咱们这一次的诉讼案件非常的重视，务必要胜诉，最好将对方的刑期变得更重一些，明白了吗？”然而法务部的律师们很嚣张，完全看不起这么一个小小的律所。部长根据信息来看，白军律师事务所只是一个个人事务所，职业律师苏柏执业5年，一共打过5场官司，输了4场，还有1场还赢得很惨。要是让这种人赢了的话，那咱们银行的名誉算是全毁。其他人也都纷纷附和，取笑你是跳梁小丑。与此同时，基于这件案子的特殊点，抢钱就付被判20年有期徒刑这一话题，很容易在网络上形成爆点。王丽一案1审2审的时候就在网络上酝酿出舆论过，现在到了终审，网络上又渐渐出现了关于王丽一案的舆论。特么的，银行现在怎么就成弱势群体了？取钱的时候要这样的，让办信用卡倒是挺积极，支持王丽。要不是银行事多，王丽早就取钱就付了，根本用不着抢银行。对啊，存钱的时候银行工作人员和孙子一样，取钱的时候我特么和孙子一样支持。你们根本不懂银行的痛，其实银行也是有苦衷的，要不然你看为什么每次银行出现重大取钱丢钱问题都是临时工的事情？这件事情其实也不能怪银行，要怪就怪临时工一条5毛楼上的，求求了，拉我进去，我也想要赚这个钱。网上的舆论都是一味的指责银行方面。兰大银行负责人看到网上的舆论，气得肝疼，下了死命令，这一次的开庭直播一定要胜诉，并且还必须要在舆论上取得胜利。要是做不到的话，就把法务部门的人全都换一遍。白军律师事务所内，你乐滋滋的刷着视频，望着网上的舆论一边倒，嘴角微起。
系。目前来看，这一次和兰大银行之间的官司以及王丽的终审事件引来了广泛的重视。打赢律所出名，打输律所除名。李雪珍望着网络上的舆论，忧喜参半。一方面是闹出来了这么大的动静，打赢了，那么肯定出名。可是万一打输了，那就是一个大大的污点。苏律师，咱们律所这一次闹得那么大，万一你坐在躺椅上抬头，被一片衣服挡住了视线，稍微歪了歪头才看到李雪珍的脸，没有万一，我让你整理的关于兰大银行近些年的案件，还有受害者的联系方式，你整理出来了吗？已经整理出来了，拿给我看看。李雪珍将材料递到你手里，你直接将材料翻到银行诉讼受害者的联系方式那一页，接着对着第一个号码开始打电话。你好，我是白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听说你星号时间曾经起诉过兰大银行，但败诉了，有兴趣看看兰大银行是怎么败诉的吗？挂断电话以后，又对着第二个联系人打过去，用着同样的话术。李雪珍望着你，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还能用这种方式寻找证人？李雪珍望着你的行为不是太能理解，这完全和在学校里面教的不一样。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很不正规，但又很有效。他从你的身上看不到太多专业大律师的风范，但学到的东西不少。人情世故算一个，今天找证人算一个，加在一起就算是2个了，都很有用。别愣着了，赶紧一起过来打电话，这么多电话我打不完。李雪珍听到你的声音回过神来，好的。夜晚10点，完成了这一项工作以后，你抿了一口茶叶，长呼了一口气，所有的准备工作都终于完成了，万无一失。现在坐等打官司了。法院的庭外调解，不出意外的兰大银行方面拒绝了调解的可能，并扬言在官司上一定会赢。你对于这种扬言不屑一顾，法庭外说大话谁不会？审判庭里碰一碰就都知道什么叫做社会，看我硬不硬你就完事了。时间很快到了开庭的时间，由于这一场案件在互联网上引起的动静不小，有新闻可挖掘性。进入庭审会场前，不少记者等候在法院门口。兰大银行的律师一抵达，立即遭受到了记者的围堵。请问兰大银行的法务人员，有关本案在网上的议论你们看了吗？你们对于本案的胜诉几率有多大？请问你们怎么看待你们的对手律所白军律师事务所？请问你们对于本次案件怎么看？主持本场官司的是在法务部20多岁的年轻律师，名叫李默。李默干咳了2声，一脸自信。对于各位记者朋友的询问，我想说的是，网上的评论我们兰大银行已经了解过，我们后面将会进行解释。至于胜诉的概率，这个不用担心，我相信大家对此都有所判断。这场庭审是以直播的方式进行庭审，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入直播观看。至于对方律师事务所，大家可以百度一下，我在这里不好评价。李默讲完，抬着头，昂首挺胸，在一众记者的包围下进入到了法庭当中。相比较李默的兰大银行法务被记者而言，你这边冷清了很多，几乎没有什么记者注意。苏律师，咱们这两边的待遇差距好大。李雪珍感慨了一句，你眉头挑起，现在的待遇差距有多大，后面的媒体报道的打脸就有多疯狂。不用管这些，进去吧。就在两人正准备进入法庭的时候，一个看上去年纪不大的年轻女记者自己扛着摄像机小跑了过来。请问您是白军律师事务所的女律师吗？我是。你这是？您好，我是大象媒体的记者，想要采访您一下，可以吗？年轻的女记者看上去有些紧张，可能和刚从业不久有一定的关系。你嘴角微微上扬，可以。年轻女记者松了一口气，表现得很专业。李律师你好，我听说兰大银行法务部在兰大法院的所有胜率加在一起一度高达86%。李律师，你觉得你们白军律师事务所这一次的官司胜诉的几率有多大？嗨，你干咳了2声，整理了下西装。针对于和兰大银行的官司以及王丽一案的终审，我们白军律师事务所很有信心，欢迎大家打官司委托我们白军律师事务所。女记者愣了几秒，略微有些沮丧，这完全是打广告啊，但职业素养还是让她保持着微笑。那在这里，我就希望苏律师能够胜诉，律所也能越来越壮大，谢谢。你微笑着转身，带着李雪珍进入到了法庭中，等候开庭阶段。李雪珍略显紧张，苏律师，咱们这场庭审可是直播庭审，万一出现什么问题了怎么办？万一？没有万一，除非是审判长故意错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案子就更轰动了。你嘴角勾起，示意李雪珍不要担心这些。这个平行世界之中，对于法律很看重，法律具有真正的神圣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什么司法偏袒。若有异议，提出复议申请，看审判人员进不进去就完事了。法官一般也会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对于这场审判的审判长和审判员，你已经了解过。审判长是一名女性法官于彩霞，兰大法院的副院长，对于法律的研究很深，入法院多年，主持过上百起审判，判得有理有据。这一次兰大银行抢劫案就是由于彩霞主持。对于遭遇不公平对待，你没有任何的担忧，因为于彩霞出了名的秉公审判。李雪珍，什么意思？先别管什么意思了，准备开庭了。此时工作人员已经来到你面前，确认身份以后，示意可以入场了。双方律师就座以后，书记员开始宣读法庭纪律。为维护法庭纪律，保持对法庭的严肃，先宣读以下法庭纪律：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和旁听人员必须听从审判长指挥；二、审判人员进入法庭和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宣告法庭裁判时，全体人员应当起立。宣读完毕，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全体起立。于彩霞和2位审判员走入庭审，敲响了法锤，现在开庭。随后核实基本人员信息。与此同时，法庭外的实时直播庭审，不少人也在注意着这场庭审的直播。兰大银行法务室内，兰大银行负责人王武和法务部部长徐志强正关注着直播。王武看到开庭以后，抬头询问：志强，已经开庭了，现在刚开庭不久，庭审直播间里面就有数百人了，这一次咱们银行法务部不能输，明白吗？徐志强笑着点头。王行，你就放心吧，这一次咱们法务部准备的很完善，按照你的要求，咱们法务部不仅不能输，并且还要赢得漂漂亮亮的，至少起到在舆论上进行压制的作用。不错。王武满意的点点头。这一次的庭审是直播庭审，又有不少的媒体在网络上宣传，兰大银行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庭审输了的话，那么对于兰大银行的信誉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王武这个兰大银行的负责人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不能输。观看庭审直播的不仅仅有兰大银行的相关人员，还有很多转载直播的媒体。毕竟这场庭审有不小的热度，蹭一蹭热度对于媒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其中一名知名法评人一边直播一边解说着庭审的画面。现在的庭审现场，法官正在核对当事人和代理人律师的信息，这一点是庭审的正常流程。位于左边的是被告兰大银行的法务律师，右边的是原告白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由于这一次是合案并审，所以左边还有公诉律师。法评人看着庭审直播微微摇了摇头，看这架势白军律师事务所想要胜诉恐怕很难了。不过当事人减刑还是有一定几率的。下面清一色的评论，的确，虽然在精神上希望这个白军律师事务所能赢，可是看起来希望不大，毕竟这是和银行打官司呢。
哎，说的有道理，但是还是接受不了。评论区一致的不看好。这时突然有一条评论出现，你们说会不会有奇迹出现？比如说右边的白军律师事务所律师其实是个隐藏的大佬。下面一阵反驳，难，看哪个律师那么年轻，很难胜诉。法评人罗大祥微微点头，这个案子的确很难胜诉，咱们别多做评论了，继续往下看吧。庭审过程中有不懂的地方，我会进行解读的。法庭上，信息核实完成以后，于彩霞敲响法锤。现在有请原告陈述事实和理由以及上诉请求。你坐在律师席上，知道关键时刻来了。稍微整理了一下西装口述诉状，我方的诉求非常简单。第一，我方不服一审二审的判决，我方当事人明明没有犯罪，却被诬告犯了抢劫罪，我方上诉申请撤销一审二审判决，申请对原有的判决取消，还我方委托人一个无罪清白。第二，申请对被告，也就是兰大银行对于我方当事人进行赔偿。由于兰大银行的错误判断，导致了我方当事人被误判20年有期徒刑，在看守所长时间滞留，申请赔偿我方当事人20万元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以及名誉损失，这一点是经过详细的计算的，不算多。第三，由于兰大银行对我当事人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侵害，要求兰大银行对我方当事人进行公开道歉，包括但不仅限于微博、短视频等各大平台发布道歉信息时长不低于20天。第四，要求兰大银行高层出面澄清事实，不仅仅还我当事人一个清白，并且对那些在兰大银行遭受到同等待遇的受害者进行道歉。庭审现场燕雀无声，这诉讼申请是认真的吗？不仅仅要求撤销一审二审的判决，还说当事人无罪，还一个清白，好吧，这就算了，竟然还申请兰大银行赔偿。不是你一个抢劫犯的律师，居然申请银行赔偿你方当事人20万元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20万元，你隔着再抢一次呢，还是明码标价、光明正大的抢？相比之下，第三、第四条已经是小儿科了，不足为论。法庭外的庭审直播中，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不仅仅是观众，包括一些正在观看案件的法院人员和律师以及律师从业者都愣住。他们原本以为这一次起诉兰大法院肯定会败诉，但是这一次直播庭审的影响力这么大，法官又是资深法官，判个减刑或许可以。总体来说还是赚的，勉强算是胜诉。可是提出这种诉讼请求，你隔着许愿呢？许愿也不敢这么许愿吧？卧槽，这律师666，兄弟们把666打满全屏，不管能不能胜诉，这诉讼申请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说不定会被载入法律诉讼的经典案例。哈哈哈，牛的，9999六反了。这诉讼请求许愿也不敢这么许愿吧？佛祖来了也完不成吧？你们先别嘲笑啊，先听听罗老师怎么看。罗大祥微微摇了摇头，既然提出了申请，那么就会有相对应的申请事实依据。这名律师提出来的要求看似很离谱，但具体的结果要看他提出来的事实依据怎么样。要是没有相关的证据，这就是虚假陈述，算是作伪证。身为律师，应该不会犯这种错误，我也不好说啊。继续看吧。兰大银行法务室内，王武微微皱眉，一旁的徐志强笑着开口道：“王行，这种诉讼申请完全就是哗众取宠，看看得了，拿不出来事实依据或者法律辩解，说不定自己会因为作伪证进去，到时候咱们兰大银行的舆论直接就赢了。”王武目光直直的盯着庭审直播，但记住，不管怎么样，这一场庭审，咱们兰大银行必须要胜得漂亮。明白明白。徐志强陪笑道。法庭上，于彩霞对于你提出来的申请诉求微微皱了皱眉，这诉讼请求不是胡扯吗？这时候李默忍不住的开口冷笑，这诉讼请求，请问当事人律师能够拿出来相关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辩解吗？要是拿不出来的话，可能会以妨碍司法罪被判刑的。你微微笑道，这个似乎和被告方律师没有任何的关系吧？审判长，对方律师对我进行言语攻击，试图干扰正常司法进展，我申请对方律师的离位。李默刚想要说些什么，审判台上，于彩霞微微皱眉，敲响了法锤，咚，申请无效，驳回原告律师申请。现在还未到被告律师发言，被告律师警告一次。面对敲响的法锤和警告，李默只能忍一肚子气，把准备说的话给咽下去，忍不了了。李默眯着眼睛，死死的盯着你，这家伙怎么那么狗？从哪个法大的法律系出来的？不光是诉讼申请胡说，现在他说一句话就被对面这家伙申请离位。离位的意思就是对于法庭或者是对方产生了影响，暂时离开法庭。很明显，他刚才的话根本没有什么干扰到对方，可是对方就是这么的恶心，居然申请他的离位。李默长呼了一口气，安慰自己道：眼前这名律师的诉讼请求完全是不讲依据的申请，已经干扰到了正常的司法流程。对方如果拿不出来证据，那么面对的将是会被拘留甚至是刑拘。不仅仅是这场诉讼他也直接赢了，兰大银行的舆论战也赢了，根本犯不着生气。李默逐渐的冷静了下来。审判台上，于彩霞微微皱了皱眉，开口警告诉讼方律师你，我作为当庭审判长有义务提进一步确认，关于你提交的诉讼申请，如果没有事实依据或者是法律依据作为辩解的话，根据刑法规定，在法庭作伪证将会以虚假诉讼罪被检方起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你确定你的诉讼申请没有任何的问题？一旁的李雪珍紧张的脸上都出现了微微的汗珠，想要捶一下你的衣角，让他冷静一下。可你很是认真的点了点头。审判长，我知道自己说的话造假是什么后果，我对我所有在法庭上的言论负责。哗，法庭上顿时出现了一阵喧哗。咚咚，请肃静。于彩霞敲响了法锤，又继续道：好，既然你确认了自己的诉讼申请，那么下面请被告方兰大银行发表自己的答辩和诉讼申请。反驳的机会来了。李默作为兰大银行的律师，微微挺直了身子，将自己的答辩和诉讼申请念了一遍。我方答辩意见如下：第一，针对于原告，也就是诉讼方王丽一方对我方兰大银行的控告，申请全部驳回，并且要求严肃处理这种恶劣的行为，对其从重从严处罚，以达到对法律的敬畏。第二，申请维持原告的兰大初级法院和兰大中级法院的一审、二审判决。第三，要求原告对我方名誉造成的损失进行全部赔偿，金额50万。第四，要求原告承担我方的所有律师费用。审判长，我的答辩和申诉结束。李默将答辩意见和诉讼请求叙述完毕。于彩霞敲响了法锤，双方诉讼请求提出完毕，下面请原告诉讼方出示相关性的法律事实依据。于彩霞话音落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你的身上，毕竟原告的诉讼申请太过于离谱了一些，不管是在庭审现场的人员，亦或者是在关注这场直播的人员，都将目光落在你身上，想看看他拿出来的什么样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李雪珍作为你的助理，紧张的手心冒汗。苏律师，现在怎么办？咱们的证据依据有吗？不对，咱们有证据依据吗？李雪珍不停地翻看着手里面的诉讼材料，这说的什么话？你作为律所的实习律师到现在了，还担心这个？你将李雪珍手里面的资料抽了过来，不紧不慢地开口道：审判长，提交相关的法律依据前，我想请我的当事人描述一遍当时的案发经过。申请通过。现在请当事人针对当时的案发经
过进行描述。当事人座位席上，王丽从座位上缓缓地站了起来，望着身旁的2名法警，神情略微有些紧张。当目光触及到你身上的时候，心情才稍稍的平复下来。审判长大人，我想喝口水，允许。于彩霞说完，法警递给了王丽一瓶水。喝过之后，王丽的紧张完全缓解完毕，开口道：当时的案发过程很简单，我爸当时正在 ICU 里面急需要钱，我到兰大银行取钱，银行的工作人员以我不是存款人拒绝了，还让我爸亲自来银行或者拿出来证明我是我爸儿子的证据，户口本都不行。我记得我在和银行工作人员争吵的时候，银行外面突然进来了一群劫匪，把银行给抢了。其中一名劫匪注意到了坐在地上痛哭的我，把抢过来的一部分钱送给我了，然后我就拿着钱去医院缴费了。你举手。审判长，我申请询问我的当事人一些细节问题。咚咚，法锤落下，允许当事人律师询问当事人有关于案件的相关细节问题，但不允许询问案件以外的事情或引导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好的，审判长。得到了于彩霞的同意以后，你提问道：请问当事人，当时你有没有参与到抢劫当中？没有。那么能够详细的描述一遍当时劫匪人员把钱交给你的经过吗？王丽微微皱了皱眉，在努力回忆。当时我记得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劫匪，看到我在地上抱头痛哭，骂了我一句孬种，说我怎么被吓得这么狠。我告诉他是因为我爸在住院，我取钱没有取到，担心我爸所以才哭的。那名劫匪抢银行貌似也是为了拿钱救家人，听说了我的遭遇就拿出来2捆钱塞到了我怀里。你继续提问。那然后呢？劫匪把钱塞到你怀里以后，当时你第一时间是怎么做的？王丽快速回答。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时间不敢要，很害怕。后来那名劫匪骂了我，说我是个不孝子，于是我就把钱收了。好，谢谢你的配合。审判长，我方已经询问完了。咚，法锤落下。于彩霞看向诉讼方席位，诉讼方律师已经询问完成，那么就开始你的法律解释吧。好的，审判长。你缓缓地从材料中抽出来了关于一审公诉方提出来的庭审关键问题。审判长，这是一审时兰大初级法院公诉提出来的公诉问题以及罪行认定判决。我认为这份判决有很多问题存在，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对于我方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的侵害。庭审场内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你的身上。一审的判决不合理，这是要推翻一审判决的意思。庭审场里的陪审团和观看席都把目光放在了你的身上，包括直播场外观看直播的观众也顿时来了精神。这意思是一审的判决我不服，我要推翻一审的法律审判。哈哈哈，我觉得有点像，看这意思是这个感觉了。我现在666都不说了，直接说一句牛逼，不管最后的判决怎么样，我觉得单单这个推翻一审就很有意思。针对一审判决不合理的地方提出质疑可以，但是想要推翻的话，就需要提出新的证据进行论证。这名年轻律师看起来很有把握，特么的，无脑支持就完事了。罗老师给我们讲讲呗。罗大祥看到评论以后，望着直播庭审的画面微微笑了笑。这名诉讼方律师很厉害，至少在法庭上面的表现来说就很不错。但是至于这名诉讼方律师想要怎么推翻一审判决的结果，我暂时不是很清楚，因为我对这个案子的关注度停留在庭审的宣判上，对于一审、二审的卷宗不是很了解，所以无法做出判断。不说了，咱们继续看就好了。法庭上，于彩霞眉头微皱，语气平静。针对于兰大初级法院的一审判决，当事人律师觉得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可以用法律条文进行解读反驳。好的，审判长。你点点头。这是兰大初级法院对于我方当事人罪行认定的判决如下：判决第一点，兰大初级法院控告我方当事人明知那是犯罪嫌疑人从银行抢劫的钱财，依然选择取走，所以判定我方当事人的主观意图为从银行抢取金钱，判处我方视为当事人为同伙或趁机打劫银行，犯同罪。判决第二点，兰大初级法院以我方当事人，也就是王丽与犯罪嫌疑人进行交流，作为进一步确认的观点。我方对此2条判决不服，理由如下：第一，刚才我方当事人已经讲清楚，当时是犯罪嫌疑人主动询问我方当事人，接下来的事情叙述有些复杂，我方当事人以王丽本名称呼。第一，王丽说得很清楚，当时是犯罪嫌疑人主动询问他为什么在银行哭，在听说了他的事情以后，主动要给他钱，让他去医院缴费，救治他在医院病危的父亲，并且在第一时间，王丽说自己的心情是担忧和害怕。试问审判长，王丽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害怕，又怎么可能从主观意图上想王丽是想要从银行抢取金钱？第一时间害怕才是王丽的主观意图。而且还有一点，王丽说了，犯罪嫌疑人骂了他，在当时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骂了王丽，显然是对于王丽的做法不满。关键在于犯罪嫌疑人手持危险武器，一个念头就很有可能让王丽遭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王丽的生命没有任何的保障。根据我国法律条文规定，王丽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所以不用负任何的刑事责任。通过以上的说法，针对兰大初级法院的判决的第2点不予承认。2审和1审的判决相同，所以我方申请以此方面申请撤销兰大初级法院和兰大中级法院对于我方当事人王丽1审、2审的判决。哇！庭审现场爆发了一阵喧哗。针对你提出来的尖锐问题，所有人都是一愣，然后有人认真品读以后，看向你的眼神充满了赞叹。王丽的眼睛也一亮，哈，无罪，有救了，不用坐牢了，兰大银行要输了，太棒了！爸妈找的这个婚姻咨询律师、刑事律师太厉害了吧？李雪珍也长舒了一口气，看向你的眼神带着些许的敬佩。这种官司都能有打赢的希望，太厉害了！不愧是我挑选律所的眼光太棒了。与此同时，兰大银行法务室王武的脸色阴沉的可怕，冷冷的望着徐志强这个法务部部长。徐部长，你不是和我打了过包票说能赢了吗？但是现在这是怎么回事？不仅没有能够加重判处，还让对方提出来了申请无罪。万一对方真的胜诉，你知道会对咱们银行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和损失吗？到时候你们法务部都要卷铺盖走人。徐志强连忙赔了一个笑脸。王行长，您先别急，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呢。对方的这个律师是有2把刷子，但是咱们银行的法务也不是白花银行钱，白让银行养着的。对方的这个律师提出来了的这2点的确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一审判决可是有好几点，剩下的几点才是最关键。不信您看。徐志强将一审判决的卷宗拿出来，王武看了一眼后冷哼一声，最好不要出什么幺蛾子。是，王行长说的是。徐志强连忙陪笑。王武看了一肚子气，干脆不看了。这个直播你时时关注着吧，有什么情况再过来向我汇报。看得烦躁的很，记住这场官司不能输，一定。王行长您放心。等到王武离开办公室以后，徐志强长呼了一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刚才王武在场给他的压力有点大，对于这个官司，他作为法务部部长再了解不过，肯定赢。但是当他看到对方的律师的时候，徐志强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如果对方赢了呢？反应过来的徐志强当即拍了自己一巴掌，不可能，对方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律所小律师，怎么可能赢？法庭上，你望着于彩霞，审判长，我方陈述已经完毕。于彩霞微微点了点头，看向李默一席。兰大银行和公诉人还有什么要进行补充的吗？李默咬牙切齿的望着，这个你可真是
是会扯呀，只提前2点，后面的几点判决丝毫不提是吧？李默举手，审判长，我有疑问。李默举起手，向审判长申请。于彩霞看向被告方，也就是李默的方向。被告方律师有什么疑问，可以当庭提出。李默深吸了一口气，将一审的判决抽了出来。审判长，我申请对于原告律师的陈述进行驳回。申请理由。李默将手里面的一审判决递给了一旁的工作人员，看到于彩霞将其拿到手里后，严肃开口：刚才原告律师，也就是白军律师事务所律师你不服一审兰大初级法院的判决，并陈述了相对应的理由。可是原告律师你避重就轻，只讲述了判决的前2点，故意忽略了后面几点。判决第3点是兰大初级法院认定王丽在明知那是银行的财务情况下，依旧选择使用此财物前往医院进行缴费。当事人王丽在刚才的表述中描述得很清楚，王丽离开了银行以后，已经脱离了威胁，依旧选择拿钱去医院缴费。依据此点，可以认定这是王丽自己主观上的判断，而不是原告律师你描述的王丽是在紧急避险的情况。我请问原告律师，在你方委托人明明知晓那是银行财物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前往医院，而不是拨打报警电话，将银行的钱上交，或者说完全等到自己抵达到一个安全的地点以后，再将钱进行归还？但是王丽偏偏做出来了将钱用于去医院缴费的行为，这说明了，首先他知道这是从银行抢的钱，其次，就算绑匪威胁他，那么在离开银行的那个时间点上，王丽已经脱离了威胁，不构成紧急避险的条件。两者结合，这难道不是从主观意图上等同于抢着银行的钱去救自己的父亲？当然，我知道这是人性，我不否认王丽从情感上对于自己父亲的关心和爱，但是从事实、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对于王丽的判决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审判长，我的陈述完毕。李默讲完，朝着你的方向看了一眼，最后一段话是他临时加上去的。他也知道这次案件产生的舆论影响重大，所以他必须在打赢官司的同时，也要注意舆论的影响，要不然等到案件结束胜诉了，那么兰大银行的名誉也会造成极大的损失。于彩霞微微点了点头。原告一方对于被告一方的反诉有没有什么意见或提出不同的观点？李默挑衅的望了一眼你，嘴角微起，他等的就是这个时候。扳倒兰大银行的时候已经来了。审判长，我对于被告提出来的没有任何意见，被告律师基于他的观点是对的，但是有一条被告律师忽略了。我想请问被告律师，你是怎么认定王丽手里面的钱是银行的？有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钱是银行的钱？被告方律师也说过，是我方当事人王丽拿着银行的钱去医院交了相关费用，由此判决我方当事人王丽的主观意图。但是这钱怎么证明是银行的？你的反提问直接把李默给问懵了，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怎么证明银行的钱是银行的？这他妈提问有些离谱了吧？不光光是李默愣了，庭审现场的很多庭审成员也有些不理解，还能这样，特么的真牛，这么刁钻的问题都能提出来。观看庭审现场直播的观众也都愣了几秒钟，哈哈哈，这什么意思？让银行证明银行的钱是银行的？我操，这律师有点东西啊，牛皮！这场诉讼已经走上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局势了，我感觉我的脑袋已经坏掉了。这诉讼不是讲王丽吗？不是应该以王丽减刑为主吗？银行方才是攻击方啊，怎么现在王丽一方的律师攻击性那么强？不清楚，但是感觉这场诉讼太有意思了，这不比博人然，看着有点爽，不是太明白，回头罗老师听怎么讲。法庭上，你的刁钻提问直接给李默干沉默了，一时间有些摸不着你到底在想什么。从提问的角度来说，你的提问的确没有任何的问题，但从事实的角度来说，劫匪从银行抢的钱不是银行的，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李雪真望着你若有所思，似乎明白了什么。咚咚咚，于彩霞敲响了法锤，平静地看向你。原告律师的说法是否有证据或法律依据证实？有的。审判长，你抽出来一张一审的卷宗材料。审判长，这是一审时候由检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根据公诉提交出来的证据来看，当时的银行内部混乱，劫匪不仅仅抢劫了银行内部的钱财，而且还对正在银行办理取钱业务的客户进行了抢劫，将其混装在了麻包袋中。根据监控摄像显示，那名给王丽钱的劫匪是从麻包袋子里面随手拿了2捆现金，这2捆现金根本分不清是从银行抢劫而来的，还是从已经取完钱准备离开的客户手里面抢的。银行怎么证据这钱是银行的？如果不能认证的话，那么银行方面不能认定我方当事人参与到抢劫银行当中，这钱的确是抢劫得来的，但并不是通过我方当事人抢劫而来。劫匪将钱交给我方当事人，我方当事人最多算是不当得利，所以还请兰大银行方面证明这钱是银行的。现场所有人一脸懵逼，还能这样？于彩霞微微皱眉，她作为审判长这么多年，审判过数百起案件，这一次王丽抢劫案社会影响力巨大，法院院长让她担任审判长，可这一次的案子，她还是第一次见过成那么曲折，所提问的问题那么的离谱，但一切都在法院的流程范围之内。于彩霞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偏颇，看向了银行方面。银行方面对原告律师提出来的疑问，有没有什么证据反驳，或者根据法律条文进行反对？李默此时的肺都要气炸，特么的，什么时候银行还要证明银行的钱是银行的了？李默真的想大骂一句，可是他已经被警告过一次，再警告一次罚50，严重的话直接退出庭审，没有任何的办法，他只能迫使自己沉下气来，举起手开口。审判长，我反对对方律师的说法，客户在银行内，银行有权利保障客户的安全和隐私，银行客户还没有离开银行，钱当然是要算在银行身上，因为被抢客户的钱的损失需要银行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根据责任的划分，客户没有离开银行大厅范围，那么钱自然就算是银行的，根本不用区别抢的是银行还是客户，劫匪抢劫的不管是银行还是客户的，在银行大厅内都属于银行的财产。李默紧紧地盯着原告律师席位，对你充满了怨念。你无所谓的笑了笑，举手申请。审判长，关于兰大银行方面对于在银行大厅被抢，客户没有离开银行大厅范围，财产损失属于银行责任，所以客户的钱也属于银行财产的问题，我提出异议。审判长，这是半年前的一场诉讼案件，诉讼案件是当时一名银行的客户在银行取钱，钱刚拿到手就被一名在4级等待的抢劫犯作案人员盯上，抢走了当时银行客户的15万元。随后事后抢劫犯落马，但是由于钱已经花没了，人也拿不出来钱，所以当时的取钱客户寻找银行索赔，一纸诉讼将兰大银行告上了法庭，但是银行却以离柜概不负责，当事人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财产为由提交论证，最终导致那名取钱的客户败诉。这难道就叫兰大银行会保护客户在银行大厅内的财产安全吗？这就是兰大银行方面说的没有离开银行，客户的钱受到银行的保护，损失由银行承担吗？对此我方保持否认态度。审判长，我方申请当时的那名取钱客户当事人证人入场。于彩霞微微点头。咚，法锤落下，原告律师申请证人入场，同意。声音落下以后，法警带着一名年纪大约40-50岁的大妈走进了庭审现场。大妈一走进庭审现场，就直直地盯着李默。李默不知道为什么突
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审判台上，于彩霞诵读证人相关资料。上场证人姓名王敏，年龄46，身份是否属实？王敏用力点了点头。审判长大人，我是王敏，身份属实。于彩霞确认身份以后，继续开口：证人身份属实，请描述相关情况。王敏听到了这句话以后，似乎找到了宣泄口，声音震耳。半年前我在兰大银行存了一笔钱，钱可能在兰大银行看起来不多，15万，但那是我和我家那位辛苦了好几年给儿子准备的彩礼钱。当时我刚把钱取出来，就有一名该死的……哦，对不起，审判长大人，我不该说脏话，是作案人员。就有一名作案人员把我和我家那位的辛苦了几年存的钱抢走了，后面找到的时候钱已经没了。我们听了律师的建议去告银行，可是银行以离柜概不负责，可是我自己保存不当为由拒绝，并且我还败诉。今天正好，我就想问问兰大银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双标不是？我和你打官司的时候你说离柜概不负责，现在你被告了，又说什么在银行大厅内被抢客户的钱的损失需要银行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根据责任的划分，客户没有离开银行大厅范围，那么钱自然就算是银行的，那你是不是该还我血汗钱？你说是不是？吸你们兰大银行还钱！王敏一开始还能平静的叙述，可是越说越激动，最后直接破口大骂起来，骂的那叫一个难听。法警在一旁想要控制都控制不住，庭审现场和直播现场都开始议论。这么看的话，兰大银行确实双标，一方面说自己是受害者，另一方面自己是施害者。ND， 嗨，碰到兰大银行也算是倒霉。我记得其他银行貌似没有这么离谱吧？不清楚，大家在这里可以留言说一下，避雷哪些银行就完事了。庭审的直播间里和转播庭审的直播间里，不少人纷纷吐槽。庭审现场，于彩霞见证人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敲响了法锤，请原告的证人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允许在法庭上辱骂被告方，警告一次。听到审判长的声音，王敏的情绪瞬间得到了控制。对不起，审判长，我在法庭上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对不起。于彩霞没有丝毫的表情。原告出庭的证人王敏，你的出庭讲完了吗？回审判长，我已经讲完了。法警带原告证人离场。等到王敏离开庭审现场以后，于彩霞看向李默，针对原告证人提出的兰大银行不履行在大厅内保护客户的财产安全，被告方兰大银行要不要进行补充说明当时情况？李默紧紧地握住拳头，迫使自己冷静下来。这场诉讼对他来说真的实在是太煎熬了，他甚至有一种自己胜诉不了的感觉。长呼了一口气以后，平静了下来。审判长，刚才原告的证人在庭审现场当场辱骂兰大银行，因此我对于原告的证人精神产生怀疑，所以我认为原告的证人在庭审现场说的话不足以当做庭堂证据。李默讲完，注意到了对面的你，嘴角微微上扬，心里面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就在于彩霞思考是否同意李默的申请时，你举手。于彩霞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口问道：原告律师有什么要讲的，还是有什么要补充的？你微微一笑，将手里面的材料举了起来，仔细看去，大概有10几张。李默疑惑地望着你，你冲着李默笑了笑，接着开口：审判长，我方同意被告方律师的申请，不过我方还有数名证人可以控到兰大银行方面没有保护客户在银行内部的财产安全。庭审人员一脸懵逼，李默眉头几乎锁在一起。不是，你有完没完？庭审人员一脸懵逼，李默眉头几乎锁在一起了。不是，你有完没完？破防了，真的破防了。李默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他刚才已经表明了对方认证可能有精神问题，你不和我辩论这个问题，反手掏出来一堆证人资料，你怎么那么狗？这太离谱了吧！李默打了那么多场官司，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简直就是破大防现场。你嘴角含笑，默默地望着破防的李默，你小子不是很嚣张吗？不是觉得可以和我继续辩论吗？我直接不和你辩论了。你说这个证人可能有精神问题，那其他的呢？总不能算是吧？继续啊，来呀来呀，继续嚣张，不是冷嘲热讽吗？不是在法庭外面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表现得很厉害吗？不是看不起我这个白军律师事务所专注于婚姻咨询吗？婚姻咨询怎么了？刑事诉讼上照样把你问的找不到呗。注意到你的目光，李默直接破大防，真想骂上2句，但还是忍住了，至少在法庭上不能骂。现在还是直播庭审的，万一骂了，不仅仅是兰大银行的形象没了，就连他也会在法律界直接出名，或者说社死，说不定还会被当作经典案例进入法律界反面教材，在法庭案例本上遗留千年。一想到这个结局，李默瞬间冷静了下来，平复好自己的心情，低头看着材料。你微微一笑，继续说道：审判长，我方掌握的证据材料足以说明银行不具备保护客户财产的情况，所以申请对于刚才被告方兰大银行律师方面的辩诉进行撤销。于彩霞敲响法锤，拒绝原告申请理由：拒绝依据，银行方面在法律上有保全客户财产的义务，原告方所提出来的证据不具有普遍性。同意申请请求。同意依据，被告方兰大银行未履行保障银行客户安全。敲响法锤的那一刻，于彩霞的审判理由也已经讲得清清楚楚，只不过有些不了解的人在庭审直播中没有看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不由得提了出来。罗老师，这又拒绝又同意的什么意思？对啊，看得我迷迷糊糊的。罗老师讲讲呗。法评人罗大祥微微一笑，针对于彩霞的这一审判进行了解释。拒绝原告的申请理由的原因是，原告的申请理由和证据表明了银行不具有保护客户财产安全的责任，但是在法律的规定中，银行在银行内必须要保障客户财产的安全。兰大银行在和其受害的客户打官司胜诉，不代表普遍性。如果判了同意，那么就认定了银行没有保护客户财产安全的责任，但是判了不同意，在这场辩论中，兰大银行又没有行使到自己的义务，那怎么办？这名于彩霞审判长做的就很巧妙，拒绝了原告提出来的理由，维持了法律的尊严，同意了申请请求，表明兰大银行的确做得不到位。这场官司兰大银行一开始就走错了辩论的方向，完全落入到了对方的辩论当中去了。罗大祥微微摇头，这场官司兰大银行方面恐怕要输，哈哈哈，兰大银行要输。罗老师说兰大银行要输，那恐怕兰大银行没救了。那是，也不看看罗老师是谁。罗大祥看着评论区微微一笑，好了，这场官司差不多就快要结束了，咱们看看最后的互相陈述吧和判决吧。法庭上，面对于彩霞的审判结果，李默举手提出来了质疑，审判长还没有让我继续发言阐述，我申请刚才的审判无效。于彩霞，申请无效，申请无效是什么鬼？审判长，我想请问为什么申请无效？于彩霞，审判结果已经出来，已经通知了被告方申请无效，如果被告方要继续坚持申请，可以在庭后提出行政复议，但现在申请无效，被告方律师如果再继续就着这个话题讨论下去，那么将会被2次警告。李默看向审判长的方向，有一种有力打不出来的感觉，简直都快要憋屈死了，缓缓蹦出来几个字：好的，审判长。于彩霞淡淡的看了眼被告方，也就是李默的方向一眼，又看了一眼你，敲响了法锤。现在请原告、被告方进行最后的法庭陈述。原告方律师，你做最后的法庭陈述。好的，审判长。法庭陈述最关键的就是能不能
打动法官，你对此早早的有了准备。煽情的话不存在，这个案子只要正常判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输，王丽就会从轻判处。根据他先前对于彩霞的了解，这位审判长最看重的是法律的解读，也就是法律的条文实质上。你缓缓地站起身，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根据我方提交的诉讼和法庭证据，我方已经没有了任何想要补充的了。我只想说的是，法律正义不会误判一个好人，也不会误判一个坏人。我希望审判可以按照法律的正常流程走，牢记誓言。于彩霞满意地望着你，微微点头。原告方的陈述完成，接下来被告方进行陈述了。李默知道这最后的陈述是他们兰大银行最后的机会，因为他能够感觉到这一次的官司隐隐有些不妙。李默缓缓起身道：“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在这一次官司中，我方兰大银行是受害者的身份，我认为人有情没有错，但是法律是无情的。我方兰大银行毕竟是受害者，原告方提出来的让我们受害者一方提出赔偿的事宜，太过不符。”陈述完毕，于彩霞听完李默的描述，面无表情地看向庭审台正对着的当事人王丽，请当事人做最后的陈述。王丽抬头看了一眼庭审高台，又朝着你的方向看了一眼。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对于此次的庭审没有任何的意见，我愿意接受任何的审判。陈述完成，现在休庭，休庭30分钟，30分钟后开庭宣布审判结果。于彩霞敲响了法锤，进入到了休庭的阶段。在于彩霞宣布休庭的那一刻，所有庭审人员起立，目送着于彩霞等3人合议庭成员离开审判高台。休庭中，所有人都对当庭最后的审判结果忐忑不安，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你。李雪珍手心全是汗，这是她第一次亲自参加庭审，同时也见证了你在法庭上面的辩论。虽然辩论完了，但对于最后的审判结果还是未知的，所以异常的紧张。李雪珍好奇地看向苏律师，你难道对最后的庭审结果不紧张吗？这可是个大案子，还是直播庭审，听说动静闹得挺大的，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你嘴角微微勾起，没有必要那么紧张，该判的判，不该判的不会判的，你就放心吧。该担心的不是我们，你看看李律师，作为兰大银行的法务，应该比我们紧张得多。李雪珍看了一眼李默，正朝着自己的方向望过来，不由得开口道：“苏律师。”李律师似乎在看咱们，你抬头注意到了李默正在用一种愤怒、不甘、紧张各种负面情绪交织在一起的眼神注视着自己，微微一笑：“不用管，李律师这是在做眼保健操呢。”眼保健操什么鬼？李雪珍没有明白这什么意思，可是也清楚这是你在说冷笑话，默默点了点头，没有继续开口。与此同时，休庭后，3位合议庭成员，也就是审判长和2位审判员进行最后的决策商议。针对于这个案子，2位有没有什么看法？于彩霞看向另外2位审判员，其中一人开口道：“关于原告方提出来的王丽无罪，虽然在法庭上面进行了法律论述，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可是一审判处了20年有期徒刑，2审维持原判，咱们终审的判处结果相差过大的话，会不会引起争议？”另一名审判员点头同意了这个观点。于彩霞微微皱眉，审判的结果是依据法律，不用参考1审和2审，那就按照审判长的判处结果来吧。最终3人提议，由于彩霞做出审判结果，法庭外庭审直播的观众和媒体记者都在煎熬地等待着休庭的30分钟，其中不少记者在破口大骂。原本以为兰大银行肯定会胜，特意做了一个近距离采访，可是看这个结果还剩个卵啊！特么的，早知道去采访那个什么白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了，放在网上肯定是一条爆炸新闻，真是后悔死了。呜呜，要是谁采访到了那个白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可真是赚了呀！法庭外，记者们不停地讨论着，其中一名年轻的女记者眼睛一亮，她先前就是在众多媒体都不看好白军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去采访了一下，没想到这次这么赚，实习转正的机会有了。法庭上30分钟的时间很快结束，所有关注这场诉讼的人都很期待最后的判处结果。伴随着于彩霞等3位合议庭成员走进庭审台，书记员全体起立，刷刷刷！庭审现场的全体人员起立。李默紧张地望着审判台，对于这一次庭审的结果，他现在没有任何的把握，只能等着于彩霞宣布审判结果。余光不留意看向原告的方向，却发现你一脸的轻松，心里面不由得一沉。于彩霞手持判决材料，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开口：“本案为本院，也就是兰大高级法院审理的终审案件，原告王丽，被告兰大银行。本院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所适用法律全部依据国内法律，依据我国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威胁他人抢劫公私财物为抢劫罪的构成条件。公诉方针对原告当事人王丽提出来的，王丽为抢劫同伙，法律条件不予达成，王丽并未达成抢劫罪的犯罪事实，但王丽明知道所得财物是非法所得，依旧选择将其用以给父亲缴费，涉嫌不当得利和转移赃款，涉嫌隐瞒犯罪所得。又由于事出有因，事态紧急，考虑到王丽当时丧失了基本的理智行为，从轻判处王丽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返还所得违法财物。针对原告提出来的兰大银行的赔偿问题，兰大银行在本案中的确有所牵连，判处兰大银行向王丽道歉，其余诉求全部驳回。针对被告方提出来的诉讼请求，予以全部驳回。本庭为终审判决，根据我国诉讼法规定，本庭将在闭庭10日内向各位当事人发送判决书。法锤落下，闭庭。伴随着于彩霞的声音落下，终审到此结束。听到终审的判决，李默彻底崩溃，输了，兰大银行输了，并且输的还异常的彻底。不仅判处了王丽不是抢劫罪，推翻了1审和2审的判决，并且只判处了6个月，不仅只判处了6个月，还是缓刑。缓刑什么意思？缓刑的意思就是说，王丽完全不用坐牢了，只要老老实实的不犯罪不违法，那么他的这个量刑就等同于没有。宣判结束的那一刻，李默这位兰大银行的法务简直要疯了。兰大银行法务室，徐志强观看庭审直播，在听到这个庭审结果的时候，微微愣了一下，叹了口长气。在观看庭审直播的过程中，他就隐隐有一种预感，这一次庭审恐怕要输了。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宣判的结果竟然输得这么惨。王丽缓刑也就算了，兰大银行还要向王丽道歉，这谁扛得住？一时之间，徐志强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是把这个庭审结果告诉王武的话，他能够想象到自己当场抱着自己私人物品走的画面。兰大银行行长室内，王武看着庭审直播的画面，伴随着宣告闭庭结束而关闭，整个人都气疯了，怒气冲冲地推开法务室的门。徐志强，你怎么向我保证的？你不是说兰大银行肯定会赢，并且在舆论上取得胜利吗？这就是你说的胜利？先前王武在法务室和徐志强一起观看庭审直播，气得不行，可回到行长室以后，还是忍不住偷偷看了庭审直播。这场直播不仅是能不能胜诉的问题，更关乎着兰大银行的声誉。兰大银行只是个地方银行，声誉受损的话，那么对于银行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看完整个庭审直播，王武的心情只能说用跌宕起伏来形容，不，只有跌，一直跌，都跌麻了，根本没有任何的
的起伏。当宣判结果的那一刻，王五直接绷不住了，来到了法务室质问徐志强这个法务部部长。徐志强心里委屈，谁能想到一个专注于离婚咨询业务的菜鸡律师打起刑事官司来能这么猛啊！在庭审上乱杀，尤其是又碰到于彩霞这么一个资深的审判长，最后的判决结果有理有据，想申诉都没有任何的办法。王行长，这一次是咱们银行法务部门的失误，可咱们虽然失败，但也没有完全失败，败诉的结果只是简单的道个歉。只要咱们在舆论上取得胜利，最后咱们兰大法院依旧是赢了的。王五微微眯了眯眼，舆论个屁啊！咱们银行都被判道歉了，还搁置舆论呢？你是不是当我傻？败诉了还怎么舆论？徐志强面露难色，他只是随口一说，当然不知道怎么取得舆论胜利。刚才的话完全是为了稳住王五的。王五看了出来，当即挥了挥手，我谢你好好想办法。要是因为这场庭审输了，咱们银行的口碑和声誉遭受到了损失，你这个法务部部长准备滚蛋吧！王行长，徐志强还想要说些什么，可王五完全不给机会，气冲冲的离开了法务室。徐志强脸色沉闷，特么的，原本准备的万无一失，谁能想到半路杀出来一个打刑事这么牛逼的婚姻咨询律师啊！气死了！庭审现场在宣布闭庭以后，于彩霞和另外2名审判人员离开了庭审现场。由于王丽并不是当场宣布无罪，还涉嫌不当得利和转移赃款，虽然是缓刑，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被法警带了下去。李雪珍一脸激动的望着你，苏律师，这场诉讼咱们赢了，赢了！王丽被判刑了，可只有短短几个月还是缓刑，相比于先前1审2审的20年有期徒刑来说，这一次法庭诉讼咱们可以说是大胜了。苏律师，李雪珍微微垫脚起跳，身躯激动的颤抖。你看了一眼神色异常激动的李雪珍，嘴角微起，她不是早就说过了这场诉讼肯定会赢吗？于彩霞这么判，早就在她的预料当中。换做一般的律师，即使不可能判得这么轻，2审也不可能维持1审的原判。不过是先前王自忠找的律师太菜了，2审的时候找了个金嘴律师也算是牛逼。这场诉讼中其实还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提出来，但这场诉讼的关键点在于王丽到底是不是抢劫罪，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只要将这一点给否认了，那么兰大银行和公诉方的控告就完全解除了。还有就是审判长的态度，王丽这个案子很特殊，1审2审都是20年有期徒刑，终审时往往会考虑1审2审的判决。好在于彩霞这名审判长是一名资深审判长，坚决维持法律的公正性，最后有这么一个结果，并不算意外。好了，不要那么激动，赶紧整理一下材料，接下来还有一些相关事宜需要处理，还有的忙。好的，苏律师。李雪珍将自己激动的心情压制了下去，老老实实的整理完材料，跟在了你的身后，准备离开庭审现场。另一边，李默目不转睛的盯着你，眼神中不知道是失魂落魄还是愤恨嫉妒，反正很复杂。路过的时候，李雪珍小声嘀咕了一句：“苏律师，兰大银行法务的那名李律师似乎对你很不满。”你微微一笑，可能是眼保健操作多了吧，咱们走自己的就好了。好的，苏律师，这个冷笑话还挺有意思的，那就多笑笑。好的，苏律师，嘿嘿。李雪珍默默的跟在你后面。李默听到这对话，气得简直都快要吐血了。败诉了先不说，可是你们2个路过我身边的时候，能不能小声嘀咕？距离那么近，那么大声音，你当我是听不见吗？没办法，败诉就是败诉了，庭审上再怎么生气都没有用，终审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李默整理好庭审的材料以后，跟在了你的后面走出了法院。法院外，记者们已经迫不及待的准备采访，甚至有些当场都打电话通知编稿，准备好标题。震惊！王丽一案大反转，兰大银行竟然得意的兰大银行迎来了自己的末日，正义最终得到了伸张，兰大银行迎来了正义的审判，诸如此类，震惊题嘛？怎么震惊怎么来。当你走出法院以后，不少媒体蜂拥而至，扛着摄像机，举着话筒往你面前伸。请问苏律师，这次你对于你在法庭上的诉讼辩解有着什么样的看法？你是怎么想出来让银行证明银行的钱是银行的这种说法的？苏律师，我们了解到你的律所只是一个婚姻咨询律所，请问你为什么在这场刑事诉讼中表现得如此出彩？苏律师，这不是给律所打广告的好机会吗？面对记者媒体扛着摄像机追着问，你简单的整理了一下西装。我们律所虽然是婚姻咨询律所，但是律师精通于刑事、民事、经济纠纷，各类法律业务都有所涉及，所以才会打赢这场官司。大家如果打官司的话，可以优先考虑我们白军律师事务所。你露出2颗白牙，显得无比的真诚。打完广告就带着李雪珍急匆匆的离开了现场，现场就只剩下了兰大银行的人员。这时候有媒体似乎发现了新的新闻的敏感性，扛着摄像机就来到了李默面前。请问李律师，你怎么看待自己在开庭前信心十足，但最终败诉给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律所？你当初说的兰大银行胜诉的概率，让我们对这个不用担心，是自己心里觉得兰大银行输定了是吗？请问李律师，你是否和原告律师有着利益瓜葛呢？你特么专朝人心窝刺捅刀子是吧？杀人诛心是吧？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怀疑我是卧底？李默简直要疯了。其他记者听到这么劲爆的提问，眼睛一亮。对于新闻有着天然敏感性的他们，说白了也就是给人挖坑。某些不讲良心、创造噱头的媒体记者们连忙蜂拥而至的围在李默跟前。李律师，请问你这一次败诉有什么心得吗？是不是故意败诉的？或者说是李律师你的能力不如一个婚姻咨询律所的律师？李律师，你觉得这一次败诉会对兰大银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李律师，你别走啊！李律师，还请你回答我们的问题。与上一次不同的是，李默进入法庭的时候意气风华，出来的时候不仅败了官司，又被狠狠的搓心窝子，这都特么是什么狗屁问题？这已经不是往心窝子上捅的问题了，已经是又踩上了2脚的问题。面对记者，李默知道越表态就越是会引来这群记者的欢迎，干脆低着头沉默，但还是坚挺着身子，保持自己作为律师的尊严，离开了现场。一名女记者将李默离开的背景悄悄地拍了下来，随后发给了编稿，编稿立即给了回复，这可是大新闻啊！标题我已经取好了，就叫做沉默的背，蛰伏数年，10年磨一剑，目的就是为了让兰大银行败诉，孤身陷入骂名，这不妥妥的是沉默的背影吗？这个李默很快就会出名了。李默，听我说，谢谢你，我真他妈谢谢你。白军律师事务所内，你望着系统面板，恭喜诉主赢得诉讼，奖励青铜宝箱，是否现在开启？声音落下，面板上出现一行文字：恭喜诉主获得微表情初级观察能力，系统发布新的任务，完成20次咨询或者2次案件，根据评价将获得不同宝箱青铜、白银、黄金。完成咨询和案件，这是你身为律师应该做的事情。你暂时将其忽略，把注意力放在了微表情初级观察的这行文字上。微表情初级观察，意思是可以通过别人的微表情获取一些简单的信息。你喊过来了李雪珍，想要试试这个能力到底怎么样？李雪珍正在整理材料，来到办公室后，苏律师，你叫我。你重新看起李雪珍的简历。先前由于案件进展着急，他一直没有看过这名实习律师的资料，但今天无意间看到了，隐隐觉得有些不太对。你的简历上面写着的是法大法律系学生，今年大4
4实习，在大1、大2、大3期间都多次参与过模拟法庭，其中还接触过正式的庭审，和业内诸多的大佬律师有过交流。这么好的简历，完全可以去一些出名的律所了，你干嘛来这么一个小律所？糟糕，被发现了！李雪珍表情有那么一丝的僵硬，但很快就调整好了状态。苏律师，我那些都是瞎写的，我要是真的有那种经历的话，干嘛来小律所呀？对不对？那你这就是简历造假。李雪珍一下子像是被雷击中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见状已经明白了过来，笑着缓解了僵硬的场面。我只是随口问问，不管造不造假，你现在都是咱们律师事务所的一份子，好好干，将来升你当合伙人，做大做强。好的，苏律师，做大做强。李雪珍的表情认真，你画了一个大饼。没想到李雪珍真信了，挥了挥手让他继续忙工作去了。等到李雪珍离开办公室以后，你觉得这位表情有些用，但不大，可能和等级太低有关系。通过刚才的观察，他还是看出来了，李雪珍的背景不简单。那几句话是在说谎，一般的本科生怎么可能接触到那么多大佬律师？应该是师承某个顶级法学大牛。你好奇的打开了法大的官网，一个接着一个查看，最终目光锁定在了一位顶尖的法律系大牛身上。没想到招了个免费的实习律师，当了回丑恶的资本家，竟然还捡了个大漏。关上电脑，你全当什么都不知道。这层身份以后肯定用得着。王丽庭审的案件结束以后，各大媒体纷纷争相报道，全都是针对兰大银行的。你的金句，银行怎么证明银行的钱是银行的？迅速的火出了圈，兰大银行的名誉和形象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对比视频也火遍了全网。视频的开始是李默自信满满的开口，至于胜诉的概率，这个不用担心，我相信大家对此都有所判断。视频的最后是李默那张挺拔的背，文案标题：沉默的背影。内容其实一开始兰大银行李律师就知道了兰大银行这场官司也要败诉，为什么？因为他太可敬了，以一己之力打入兰大银行的内部，让一家婚姻咨询律所取得了胜利，颠覆了兰大银行的声誉。这是什么？这特么就是潜伏10年，只为一招啊！视频已经发布，立刻引来了大量的推送，众多网友纷纷在下面调侃：我第一次听到打入敌方内部的律师，这操作真的是666牛！还有这种说法，特么的无良律师还能这么洗白？我去牛！没办法，互联网就是这样，就算是有些知道真相的网友也忍不住调侃，哈哈哈，这文案有些牛了，打入敌方10年，只为一招，待我归来，哈哈哈，我编不下去。有请下一位选手。兰大银行内部大会上，王五举着视频，目光中充斥着怒火，这是什么意思啊？是银行的喝银行的，银行花钱养你是干嘛的？我现在进行通报，李默由于对银行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现在通知正式开除。李默，你可以带着你的东西走了。李默看到视频中的内容，我特么用这种方式出圈了，行，不干就不干了，我还不信找不到其他工作。当即收拾东西离开了兰大银行，而兰大银行也因为这次直播庭审所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导致了银行的声誉跌倒了几点。为此，银行不得不向银行的客户道歉，并且赔偿了先前败诉了在银行丢失财务客户的全部损失，以此来挽回自身的名誉损失。兰大银行亡羊补牢的作为，在舆论上只能说是稍微有一些效果。于是兰大银行又出钱大量买通媒体舆论，想要在舆论上抢占制高点。可惜的是，网友们根本不买账，买压低热搜，花钱。王五花大价钱想让舆论降低，在花费了不菲的数额以后，终于取得了一些成果。可又遇到了法评人罗大祥发布了一条标题为今年见到最精彩的法庭辩解的视频。视频中讲解的就是王丽一案。罗大祥作为知名法评人，在互联网的影响力很大，每发布一条视频，转载量和播放量都高的吓人。这条视频一发出来，兰大银行买通的媒体舆论瞬间没有了声音。视频中，罗大祥详细的分解了庭审现场的法律知识，还解释了为什么律师要从某个角度进行辩论，分析了庭审的关键问题。庭审视频内虽然对于兰大银行进行了打码处理，但了解的都知道那是兰大银行评论区不乏好心人。兰大银行再一次遭受到了巨大的声誉上损失。王五只想说一句，我特么的气炸了！相比于互联网的热闹劲，白军律师事务所安静了很多。打完官司的前2天，过来咨询法律业务的人还挺多的，可大部分都是光打雷不下雨，会过来试探性的想要白嫖一些法律问题。得知了要收费以后，大部分人都跑了，没有一个案子。还有些女性为了舒畅一下心情，特意来找你咨询婚姻问题的，你全推给李雪珍。女人和女人之间最有共鸣嘛，咨询业务交给李雪珍没什么太大毛病吧。不过这些来咨询的人一看接待的是李雪珍，不知道为什么往往聊不了10几分钟就匆匆离开。后面2天热度下来以后，咨询的人倒是少了不少。你清闲下来，花了将近5000块钱，请人2天将律所大致的修整了一遍，至少从外表上看，相比之前正式了不少。又花了5000购置了一些简单的办公用具，整体来说，律所像是个正经律所的样子，比以前强多了。你满意的点头，做大做强，这算是迈出了一小步了。只不过律所依旧冷清，没有接到什么案子，看来在互联网打广告的效果不怎么低啊。那些媒体的广告也不太行。这期间接到的邀请他去其他律所担任刑事案件的人倒是不少，就是没有案子接。可给别人打工，哪有自己当资本家来的舒服？全都给拒了。官司打完的第10天，中午1点半左右，太阳当空，外面的天气稍微有一些燥热。你喝着茶，吹着空调，李雪珍正忙着在罗老师的视频下给律所打广告。打广告的方式很朴实简单，没有任何的花里胡哨。评论区留言：这一次胜诉的律师是兰大白军律师事务所，以律师业务精湛，精通民事刑事，打官司认准兰大白军律师事务所准刑。半个小时后，李雪珍复制粘贴的有些麻木了，忍不住发问：苏律师，咱们这么打广告真的有用吗？我看咱们的评论根本没有什么作用，私信没有一点动静。当然有用了，不过单发一条可能作用性不大，所以还需要你坚持不懈的努力。再说，难道你不想多多打官司，多多学习诉讼的经验，转正以后成为大律师吗？你一本正经的给李雪珍这名年轻有活力的实习律师打着鸡血。李雪珍一脸认真，想那继续吧。好的，苏律师。李雪珍打满了鸡血，继续重复复制着评论。你看了一眼日期，王丽今天应该已经走完缓刑流程了。他和王自忠约好今天结算律师费用，算时间应该差不多快到了。果然，在你思考的时候，王自忠夫妇在王丽的搀扶下，缓缓地走到了白军律所的门口，脸上的笑意完全止不住。自家儿子从20年有期徒刑判了个缓刑，这对于他们夫妻老2口来说，简直就是大恩人。要不然的话，按照他们的年龄，到死也等不到他们儿子出狱的那一天了，可能会带着无穷尽的遗憾历史。可以说是你给了他们新的希望。王丽的嘴同样笑咧着，这一次官司，他也算是认识到了你的打官司实力。要不是你的话，等到他出狱，等同说是完全的和社会脱节了。对于你，他是由衷的感激。搀扶着老2口走进了律师事务所。苏律师，爸，你慢点。王自忠挣脱开王丽的搀扶，向着律师事务所里面
面走去，王丽跟都差点没跟上。律所崭新的沙发上，你拿了3瓶矿泉水放在坐在沙发上的王自忠一家人面前，同时将判决书交给了王丽。这是庭审结束的判决书，先前寄存在我这里了，你收好别弄丢了。王丽郑重而又小心翼翼地将判决书折叠了数次，叠成差不多口袋大小以后，装进了口袋，又从包里取出来一个黑色的包装袋。苏律师，按照合同来算，大概是10万元的律师费用。我和我爸商量过了，这一次要不是苏律师你，我恐怕至少要做个10几年。现在判了一个缓刑，还只是几个月，这里是12万，我知道这些微不足道，算是对你的感谢，您收着。王丽硬是把钱塞到了你的怀里。王自忠和张翠芬害怕你不收，在一旁帮腔。苏律师，这次的官司多靠你了，这钱相比较其他律师的律师费用来说已经很少了，你就收下吧。对啊，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忙，这些感谢费不算多，你也不客气。说实话，这么一个案子2审的时候，金嘴律师都能收18万吧？他让王丽直接免去坐牢，收这些钱不算多。律师的费用一般就是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给的。见到你将钱收下以后，王丽如释重负的长呼了一口气，似乎是想起来了什么，问了一嘴：苏律师，你对婚姻这块的法律业务熟悉吗？你抬头看向王丽，怎么，你还要打离婚官司？你目光和王丽对视上，这是刚缓刑出来，准备来一个民事诉讼提什么？王丽扭了扭屁股，蹭的新沙发滋滋响。实不相瞒，苏律师，我的确有这个想法。我和我老婆结婚5年了，也没有个娃。上一次我爸生那么大的病，她这个女人连医院都不去看一眼，还说我爸到年纪了，怎么的，根本不用去医院。当时我着急我爸的事情，没有和他计较。后来又发生了银行这件事情，我爸妈一直为我的事情操心。可是我老婆，嘿，那个女人一次也没有来看过我，关心的话一句都没有。我估计她正想等着我进去以后，她好继承我们家财产了。现在我出来了，的确想和她离婚。你认真听着王丽的描述，先前银行的整场官司下来，他的确没有看到王丽的妻子出现，这也证实了王丽和他的妻子关系不和。通过此以种种的情况，王丽要是再不想离婚，他甘愿称王丽为国服最强种子选手，没有之一。那你现在怎么想的？打算和他打离婚官司？面对你的提问，王丽摇了摇头。苏律师，我现在还在缓刑期，怕打官司引出麻烦。我问你的目的，主要是想要给你介绍一个离婚官司，是我发小，他要打官司离婚。苏律师，你要是打离婚官司的话，我可以把我发小介绍给你。王丽这推荐还真是有心了，有官司了，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这人能处。前几天他在诉讼中打赢了官司，在媒体记者面前推广自己的事务所，可以说推广打得很响亮，依旧没有案子。媒体只在乎噱头爆不爆炸，网友只在乎庭审精不精彩，想通过这种宣传接案子，只能他想多了。没想到今天王丽过来还给自己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当然可以，我们律所主打的就是离婚官司，这你应该是知道的吧？王丽一个30岁的大汉尴尬的挠了挠头。上一次苏律师帮我打官司的时候，我印象太深刻，下意识的以为苏律师是专业的刑事律师了。没错，我的确是专业的刑事律师，不过民事婚姻也是专业的。你一点没有谦虚的样子，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他原本就对各种诉讼都有一定的了解，这么说也不完全错。那太好了，有苏律师出马，我那个发小的离婚官司有希望。王丽表情兴奋，还夹杂着一丝亢奋，对于自己发小能离婚，表现得异常开心。能说说你发小的一些事情吗？我看你对于你发小能离婚还挺开心的，这是脱离苦海了。听到你提起自己的发小离婚是脱离苦海，王丽的表情瞬间变得愤恨，比刚才说自己家那位更生气。他要是能离婚，何止是脱离苦海呀，简直就是直接升入天堂了。王丽猛捶了一拳沙发，沙发上立刻凹陷了一个拳头大小，大约2厘米的坑。这是新买的，可别吹坏了。王丽望着沙发上的坑，一脸憨厚，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啊，苏律师，一时之间太激动了，主要是我发小那个老婆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太离谱了，就是网上那种很离谱的人，比那种还离谱一点。苏律师，你能理解吗？所以我才会那么的生气，主要还是为我发小打抱不平。王丽的眼神中掺杂了一丝的心痛，没错，就是心痛，是对自己兄弟遭遇的心痛。看到自己新买的沙发，你也有点心痛，刚买的，全新价800块。你先别打抱不平，先描述一下你发小什么情况吧。你稍微整理了一下西装，喊来了李雪珍做好记录。王丽重重的点了点头，介绍起了相关的情况。我发小是一名老实人，程序员，月薪2万左右，身高172，体重65千克，是蓝大拆迁户，有3套房子，一套他爸妈住，一套他和他老婆住，还有一套原本是出租的，可是他老婆说有个同事想租，于是就没再出租，想着租给他同事算了，可没想到他老婆私自把房子给他弟弟住了。哦对，先说说他老婆的情况吧，他老婆是外地的，家里面稍微有点穷，和我发小年纪差不多，30岁左右，身高100岁左右，身高162，体重55千克，工资3000，下面还有2个弟弟，父母没有社保什么的，平常就打小零工，一个月2000块钱左右吧。他的2个弟弟，一个初中辍学了在家啃老，一个大学毕业1年了，现在还没有工作。我发小是标准的老实男，平常工资全交他老婆平常月光，连带着把我发小的也花光。我发小平常买烟都是论根，一天攒1根烟钱，你越听觉得越离谱，不是他图啥呀？正在做记录的李雪珍一边听着王丽的描述，一边忍不住皱眉。她作为一个女生，也觉得这么做实在是太过分，这完全不是婚姻了呀，这是把男方当一特吗？还是那种任劳任怨的特吗？这男方不是完全成一个冤大头了吗？李雪珍心里突然冒出来了这么一个念头，你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打断了王丽，说说重点吧，为什么要离婚？因为我发小他老婆说我发小不爱他，牛逼李雪珍，这有点无语。王丽继续讲，因为这个他老婆非要闹着离婚，我发小原本想着离就离吧，反正过够了，后面分割财产的时候才发现他老婆已经把大部分的婚前财产转移成了夫妻共同财产，要求进行分割。我发小原本的夫妻共同财也全被他老婆买包包、买化妆品，还有一些其他的美容充值花光了。如果就这么离婚的话，那么我发小就等于说是净身出户，还赔得倾家荡产。你听到这里才明白过来，不爱了只是借口，原来是谁特么到期了。这兄弟醒悟的有点晚啊！刚才如果说王丽是国服种子选手的话，那么他发小就是最强国服，在一起的时候榨干了夫妻共同财产，等到把婚前财产全部转移了以后，再以一个不爱的理由提出离婚，可真是够离谱的呀！这一招真的是一个字绝。你默默的听完王丽的话，这个案子经过你的描述，我已经了解大概，我们律所可以接，但是你还是要先问问你发小的意见，是否委托我们律师事务所，剩余的相关事宜才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苏律师，我明白，我回去以后立马就和我发小说。送走了王丽和王自忠夫妇，你掂量了一下黑色包装袋的分量，对李雪珍说，暂时先别发广告，你先整理一下王丽说的这个民事案子，我出去一趟。好的，苏律师。李雪珍收拾好了桌面，拿起刚才记录的笔记本，认真点头。你则是离开了律师事务所，来到了银行，将12万先存进了账户里面。12万，再加上先前的余额，一共有15万多点。律所的债务危机暂时解除了。看到银行的余额
提示以后，你心情好了许多。目前这些钱足够律所的缓步发展的开销了。回到律所，李雪珍已经将先前王丽的材料整理好了。苏律师，王丽的材料我已经整理好了。苏律师，我想问一下，真的有王丽发小老婆那种女人吗？要是咱们接了这个案子，该怎么打呀？我觉得应该把对方打得越狠越好，这种人实在是太坏了。你接过李雪珍递过来的材料，将其大致的浏览了一遍，确定没有什么问题了，放在了桌面上，抬头看向李雪珍。李雪珍有些慌，苏律师，我刚才是说错什么了？你指尖点了点桌面，看着李雪珍的反应，觉得有些好玩。这就相当于学生害怕师长的惩罚一样。你润了润嗓子，这就是你要在律所学习的第2课。还记得第1课是什么？学习的第1课、第2课。李雪珍有些犹豫，不太确定。第1课是人情世故。你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记得还挺清。没错，你回答对了。第1课是人情世故，第2课是什么？你知道吗？李雪珍晃了晃脑袋，很真诚。不知道，那就记好了。第2课就是面对你的客户，你只需要拿钱办事，只要委托了这个案子，就不要有太多的同理心。不管王丽发小老婆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只要委托咱们律所，咱们律所全力帮助自己的委托人就行了。至于其他的，除了和案件有关的，和咱们律所没有关系，明白吗？好的，苏律师，这一点我明白了。李雪珍认真严肃的点了点头。干律师这一行，说白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帮委托人赢得官司，这就是律师最基本的守则，哪有那么多的讲究？同理心是万万不能有的。下午5、6点钟的时候，临近黄昏，你接到了王丽的电话，说他已经和他发小说好了，这个案件委托白军律师事务所代理，等一会儿就到律所详谈。你让李雪珍准备一下。李雪珍对于来了案子也很兴奋，上一次是刑事案件，她从中学习到了不少的东西，这一次是民事案件，还是关于民事婚姻这种吃香专业的，她也很想知道王丽那个发小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很快，王丽就带着她的发小来到了白军律师事务所。相比起王丽，你更觉得她的这个发小像是刚从看守所出来一样，整个人都没有任何的精气神，看起来这一次的婚姻对于她造成的伤害很大。快进来坐吧，你热情的邀请着，又让李雪珍去倒了2杯茶，提提神。王丽坐在沙发上，简单的介绍了她的发小，名字叫张同伟。相比于王丽描述的案件，张同伟作为当事人讲得更详细，同时也更具有参考的价值。你认真的听着张同伟描述相关的案件信息，是不是的还会插问一些关键性的问题。1个半小时以后，你总算是弄清楚了整个经过。结婚3年，没有孩子，不存在抚养的义务，2个人的共同财产几乎没有，甚至还有不少的共同负债。而张同伟的婚前财产也就是3套房子，其中2套成为了夫妻的共同财产。对于这一点，你很好奇。根据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的婚前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就算是张同伟把房子给卖了，那么这笔钱同样属于婚前财产。另外，其中增值的部分依旧是婚前财产。张同伟的老婆是怎么做到将其变更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你的这2套房子是怎么变更成了夫妻共同财产了？提起这件事情，张同伟恨不得抽自己2耳巴子。当时我和我老婆生气，怎么哄都哄不好，最后我没办法，问他怎么样才能不生气。他当时说的是给他写一份保证书，上面写的有房产转赠的事项。我当时只想着哄好算了，就按照他的要求写了。没想到这个竟然还能当做离婚分割财产的证据。不仅如此，现在我们没有离婚，他还在不停的借款购置一些家庭用品，说是欠钱欠的越多越好。反正我不同意离婚就是我俩的共同债务，这不妥妥的故意制造婚姻债务吗？但是又由于对方购买的是家庭用品，对于是否为故意制造婚姻债务这一点很不容易裁定。看得出来，张同伟的那个老婆是个狠人。忽然，你似乎是想起来了什么？你老婆身边有没有什么律师朋友？张同伟微微皱了皱眉，律师朋友这个倒是没有，不过兰大这边有一个出名的女性婚姻律师，会通过短视频讲解婚姻财产分割问题。我老婆经常看他发的短视频，以前还会和我说，要是我们俩离婚了，就找这个律师打官司，让我净身出户。当时我刚结婚，没有太在意。苏律师，你现在一提起来，我倒是想起来了。苏律师，你怎么知道的？张同伟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你嘴角微扬。根据张同伟的描述，这不妥妥的利用合法的规则，想要掏空男方的家底吗？一个平常的女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心眼子？一看就是背后有人指点，而且是专门针对婚姻家庭的律师。专业的律师才能对婚姻的财产问题、婚前财产的问题了解的比较细致，一般的普通人根本不知道用什么样正确的方法来维护自己婚前财产，很容易被钻空子。这也是为什么说娶老婆不要娶懂法的，尤其是懂婚姻法的，要不然你随时有可能掉进坑里，赔的裤衩子都不少。光溜溜的净身出户，奋斗多年给别人做了嫁衣，你还没有回答张同伟的问题。一旁的王丽倒先急了，苏律师人家可是专业的婚姻律师，随便问问不就猜出来了？你说这话不是在质疑苏律师的专业吗？你想想，要不是苏律师，我现在还在看守所待着。可是没有可是，苏律师不仅仅是专业的刑事律师，还是专业的婚姻咨询律师。张同伟听到自己发小王丽的话，心里面对于你的法律业务能力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程度。刑事和婚姻，这等于说全都精通，相当于全方面律师了。张同伟的心安了不少。苏律师，针对我这种情况还能解决吗？我想问一下，胜诉的可能性有多大？胜诉了我还能拿回来多少的财产？张同伟的眼神中有一丝的紧张，这毕竟是他父母奋斗了一辈子的心血，南都一套房子几百万，就这么便宜了一个结婚3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美好回忆的女人，他不甘心。每次想到这里，他都很想抽自己2巴掌。自己图啥？图他脾气不好，图他身材差，要怪只能怪自己当时太年轻了，看人不准了。你喝了一口茶，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你这个案子有点复杂，一般来说的话，在婚姻诉讼里面大概率能拿到现在的60%的财产，但还是要分对方大概40%的财产，其中包括了对方的负债，因为对方的负债的确属于家庭开支。但你如果委托我们律师事务所的话，应该至少能够保住2套房产不被分割，其他的暂时不能保证。你看要不要委托我们律所？听到你的话，张同伟有些激动，他也去过其他律所咨询过，对方律师给他的答案和你的差不多，2套房产分出去40%，那也是小几百万，分出去给那种女人不得心疼死。现在你直接表态至少2套房子可以保住，这对张同伟可以说是意外的惊喜了。苏律师，我的离婚官司就委托白军律师事务所了，既然委托的话，那你就准备起诉你老婆吧，以诈骗罪起诉。张同伟、王丽、李雪珍一脸懵逼，这不是离婚官司吗？咋还以诈骗罪起诉他老婆？张同伟有些懵。苏律师，我打的是离婚官司。你双手抬起来揉了揉太阳穴，看着张同伟，你打离婚官司的目的是不是想离婚？对啊，我想离婚。那你是不是不想让对方分割你的房子财产？是这样的，苏律师，那个女人一直在花我的钱，还骗我，结婚才3年就想分走我40%的房子财产，我不愿意。那这不就对了？以诈骗罪起诉，我保证你能够达到以上2个诉求，只要能达到以上2
2个诉求，你还在乎是不是离婚官司吗？一连3问，面对你的询问，张同伟摇了摇头，不在乎。那这不就好了？是不是离婚官司又不重要？张同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个思路，似乎是刚反应过来，震惊地望着苏律师，你的意思是还能把那个女人送进去？你摇了摇头，这个我不能确定，我只能确定保障你的诉求。好了，既然确定了委托内容和委托事项，你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签委托合同吧。律师费用按照你2份房产40%加在一起的10%算，如果你确定了，就可以签委托合同了。张同伟还在犹豫这律师费用是不是太高了，王丽一巴掌拍在了张同伟的身上，你还犹豫啥？能离婚，40%的房产能够拿回来，说不定还有几率把你家那个吸血鬼送进去，只是10%而已。换作是我，有几率把那个玩意送进去，20%我都不带犹豫的。你还在犹豫什么？爱情，爱个麻花！我不是的。张同伟张了张嘴，后半句没有发出声音。你喝了口茶，安静的等待着。南都2套拆迁房产大概值个大几百万，%几也有大几十万了。一般人舍不得出这个律师费很正常，这个价格已经很合理了。一般的婚姻官司收取的律师费是在10%到30%之间，他已经取最低标准了。2分钟后，张同伟似乎下了决心。苏律师，我同意了，咱们可以签合同，大几十万到手。你心里默喜，让李雪珍去打印相关的委托合同。签好合同以后，又让张同伟交了5000元的起诉相关费用，多退少补，童叟无欺。等到张同伟和王丽离开以后，李雪珍拿着已经整理好的材料走进办公室。苏律师，咱们真的要以诈骗罪起诉那个张同伟老婆？不然呢？委托合同都签好了，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呢？等到张同伟把收集好的一些证据交到律所以后，就可以提交起诉书面材料了。李雪珍惊讶的同时，心里面还有些小兴奋。原本以为这是一场民事案件，可没想到还是变成了一场刑事诉讼。好了，别开心了，交给你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你打断了李雪珍的暗喜。苏律师，什么任务？到张同伟提到的他老婆说的那个专门打婚姻律师的短视频下面每天装成一个怨妇评论，争取得到连麦的机会。这是关键证据，关键证据。好的，苏律师，我明白了。李雪珍不清楚你说的目的，但是他知道苏律师说的关键证据，那肯定对于案件有巨大帮助。既然有巨大帮助的话，作为实习律师，这就是他的任务，完成任务。这么算的话，他这个实习律师在案子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了晚上，作为正在实习的女大学生，李雪珍回到了南都法大的宿舍。宿舍里，同寝室的女生正在讨论明天去哪玩。李雪珍趴在手机上搜索着张同伟说的那名短视频博主叶飞律师，深耕婚姻法律数年，上百场婚姻官司经验，对于婚姻中所产生的刑罚有一定的了解。李雪珍戴上耳机，进入叶飞律师账号的主页，里面清一色的内容标题：女性在婚姻中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如何确保自己离婚后可以拿到更多的共同财产，让男方净身出户。女性想要离婚，怎么样才能保证自己最大的收入？女性在婚姻中的牺牲很大，我们如何做才能利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身？李雪珍指尖滑动，点开一个又一个具有标注性的视频，越看越皱眉。这些视频的内容怎么说呢？离婚保证自己的权益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是这个叶飞律师的视频内容完全是利用法律的空档来教会人如何得到对方的婚前财产，制造一些法律空档，说白了等同于窃取对方的婚前私有财产。而且评论区的一些人还在拍手称快，有一些人炫耀着自己拿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下面清一色附和羡慕的评论：羡慕姐妹这一次拿到了不少啊，说出来让我们狠狠的羡慕羡慕，姐妹真厉害，可以的姐妹，向你学习，冲冲冲，哈哈哈，也没有多少，主要是叶飞律师比较厉害，我是请了叶飞律师，我没有创造1分钱的共同财产，拿到了对方60%的财产，哇，好棒好棒，传授一下经验 ，girl help girl， 让我们学习学习，诸如此类。越是看下去，李雪珍眉头皱得越深，这种行为她完全不能理解，用这种方式窃取对方的财产，这完全没有了道德了呀！这些人完全是把婚姻当成了一场买卖了吧？不，这不是买卖，这完全当成了变现的手段。一年婚姻分大几十万、几百万，这不妥妥的骗婚。看着评论和视频中的内容，李雪珍作为一个女性，完全理解不了这种行为。但为了取证，也就是你说的关键证据，李雪珍在视频评论区留言，每个视频下面都留下了求助的信息。完成以后，一名甜妹室友突然凑到了李雪珍的身前：“雪珍，你在干嘛呢？你这段时间一直忙着在律所实习，应该很累吧？”李雪珍和室友的关系说不上太亲密，也谈不上陌生，只是正常的室友朋友关系，还好吧，不算太累，挺充实的，能够学到不少的东西。我们明天要去新开的游乐场玩，你要去吗？李雪珍摇了摇头，我就不去了，我明天还要去律所实习。那好吧，那祝你早日成为咱们南都的大律师。那名甜妹室友祝福着，谢谢啦。李雪珍笑着回应。第二天，你在律师事务所醒了过来，原主住在律所，他为了方便，暂时也在律所内住，主要是为了省钱。简单的洗漱完毕，已整理好自己的衣服，打开门就看到李雪珍已经站在事务所的门口。早，苏律师。李雪珍露出2个标准的酒窝走进事务所内，对此你已经习惯了。这段时间李雪珍每次过来都这么早。苏律师，我昨天在那个叶飞律师的视频底下全部评论了一遍，可是对方没有理我。手机拿过来，我看看你的评论。好的，苏律师。李雪珍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了你，看到评论内容以后，微微皱了皱眉。你管这叫做生活不如意的怨妇？李雪珍的评价内容是：叶飞律师，我是一名家庭主妇，我过得很不好，请你帮帮我。这要是换做他是这名律师，也根本不会搭理，因为没有什么打动人的地方。你一口气把李雪珍发的评论都删了，接着用飞快的手速在评论区打出来了一大堆的字，发表了上去，把手机还给了李雪珍。按照我刚才发的内容，你先多复制几遍，私信也联系一下。李雪珍更大了眼睛，望着评论区里面发的内容。叶飞律师你好，我是一名家庭主妇，我老公年薪100万，在南都有3套房子，还有1套大平层，资产3000万左右。我想要离婚，但是不想放弃现在的生活，我现在很纠结。我想问问叶飞律师有没有什么办法？拜托了。后面还带着一个恳请的表情包。苏律师，这样发就有用了吗？当然，这个叶飞教导女性离婚，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当然是律师费啊，要不然白那么好心啊。一个案子分60%财产的10%到30%，妥妥几十万的律师费用。一个案子几十万，10个案子那不就好100万了？这种离婚诉讼打起来还简单，没有太大的风险，简直美滋滋好吗？说实话，你都有点心动了。不过这种案子做起来，怎么说，打广告很容易出事。你还没有开口，李雪珍就惊讶道：“苏律师，那个叶飞律师回我私信了，这么快？你也有些惊讶。不过想想也正常，毕竟嘛，像评论中这样的资产3000万，妥妥的优质客户。回了什么？回复我说可以帮我打官司，不过要让我证明资产，证明完了以后可以把我拉到他专属的粉丝群里。你尴尬的干咳了2声，资产证明这个问题有点麻烦啊。正当他思索怎么办的时候，李雪珍一脸认真
的问道：“苏律师，我现在已经被拉到他的专属粉丝群了，接下来怎么做？”你没有想到李雪珍还是个富二代，但转念一想，一个普通的本科生，身份背景如果真的普普通通的话，怎么可能会被顶尖的法律大牛收为学生？想到这一点也就通顺了。李雪珍刚才的确是用的自己家一小部分资产证明。望着你略微惊讶的表情，李雪珍急忙解释：“苏律师，我是从网上找到的资产证明。”没想到对方还就真信了。你看我脑门上写着啥了吗？你扯了扯嘴角，你说是就是吧？目前暂时还不适合拆穿。你干咳了2声，没有纠结这一点。接下来你就把这名叶律师粉丝群里面的内容都截图下来，还有把视频内容全部下载保存下来。他如果找你连线给你支招的话，你要把过程全部保存下来。李雪珍见你没有怀疑自己，暗松了一口气，抬起头，目光对视。好的，苏律师，我明白了。那然后呢？然后等张同伟把我让他准备的证据准备充足以后，提交法院起诉就好了。李雪珍郑重的点了点头。你依靠在沙发上，这个案子的所有环节都准备完毕，等着起诉打官司就行了。这一次官司说不定有意外惊喜啊！李小稳一口茶，很快张同伟那边就把你想要的证据材料准备好了。你让李雪珍整理好以后，去到初级法院提交起诉材料。不久法院受理完成。与此同时，张同伟家里，张同伟看着自己的妻子谢静又贷款往家里带东西，眉眼间闪过一丝不悦。谢静嚣张的嚷嚷起声：“咋地？看我不爽啊！看我不爽你就离婚了！你要是一天不离婚，我就一天带2000块钱购买家具小用品这些玩意，反正我买的你都用得着，不是单独给我自己买的，这是夫妻共同债务。你要是不同意离婚的话，还是得还这债务。我和你说，我不起诉你是给你面子，我建议你啊，趁早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谢静不停的骂骂咧咧，说不想起诉是假的，但是他要是这么起诉离婚的话，没有一个好的离婚理由，可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必须让对方起诉。张同伟不愿意，干脆就耗着，一直折磨着张同伟，逼着他离婚。张同伟望着眼前这个女人，一脸的不耐烦，将一个快递件甩到了沙发上。这是法院的传票，你好好看看吧。法院。一听到这2个字，谢静一脸兴奋，步伐压着地板，咚咚咚小跑着来到沙发前，拿起了快递，一边拆一边说：“你说你直接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不就行了？你又不是没咨询过律师，打官司的话，你还得多付律师费，何苦呢？”谢静笑眯眯的拆开快递，原本以为是离婚官司，可等到拆开信封，看到传票内容以后，不由得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的望着张同伟，怒吼道：“张同伟，咱们打离婚官司，你特么的告我诈骗！张同伟，你和我说，你什么意思？咱们离婚，你告我诈骗是什么意思？”张同伟淡淡的望着谢静，就这意思，要么你背着你的债务净身出户，要么上法庭。说完，转身离开。谢静望着法院上的传票呆住，法院受理了，他这种做法该不会进去坐牢吧？他只想离婚，可不想进去。谢静也略微懂一点法律，但不多。看到法院的传票，不禁有点慌了，急忙联系了叶飞这个给他支招的律师。叶律师，我老公把我告上法庭了。此时，南园律师事务所内，南园律师事务所在南都律所内算是顶尖的律所之一，涉及到多种业务，民事、刑事都有所涉及。叶飞正是南园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合伙人。叶飞在看到谢静的信息以后，微微一笑，又是一单到手。不要急，你老公把你告上法庭，你这不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离婚吗？你先前不是说你老公一直不愿意离婚？好机会啊，姐妹，找我委托，财产至少可以得40%乃至50%。叶飞循循善诱，谢静急忙开口：“叶律师，不是离婚官司，我老公告我诈骗，起诉诈骗，这没关系的，你们2个是婚姻关系，他起诉你诈骗，怎么可能成功？你放心好了，找我做你的代理律师，99%可以胜诉，但是你要是找其他人，就说不定了。那好，那就麻烦叶律师了。不麻烦，但是这个诈骗最难处理了，律师费用可能不低。”谢静一咬牙答应了下来，只要叶律师你能打赢官司，多少律师费都可以。谢静一方很快办理了委托官司，得到了叶飞的保证。谢静对于张同伟也趾高气扬了起来，只等着分割财产了。虽然到手的少了，但自己没付出啊。法院对于案件的受理很快完成，进度到了庭外调解。民事案件一般会涉及到调解的问题，张同伟这个案子准确来说是骗婚罪，但是在刑法上面没有这么一个罪名，只能以诈骗罪起诉，提起公诉附带民事诉讼，达到离婚和财产分割的目的。会先进行双方律师